漫威到底有多细？细节一：美队拿起雷神之锤的那一刻，无疑是复联4中最激动人心的场景。但你或许不知道，其实早在雷神1中就预示了美队有资格拿起锤子。在电影1小时24分钟左右，此时索尔为拯救他人挺身而出，这也重新获得了神力的认可。随后雷神之锤又飞回自己手中。现在请注意，如果我们以俯视的角度，并暂停仔细观察这个锤坑，那么就会发现它是一个类似美队盾牌的形状，中间的形状也比较接近五角星，周围也形成了双色分明的多重圆环。或许你现在会觉得我是在强行解读，但了解漫威的都知道，漫威电影大多数都是在绿幕中拍摄，而且美队举起雷神之锤早在漫画中就有铺垫，所以这一幕肯定是有意为之。细节2：在美队3的机场大战中，如果你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，战争机器的战甲上刻有许多个头像标志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些头像竟然都是奥创头颅，足足有22颗。我猜大家肯定会觉得是导弹，如果不相信，可以去放大看看高清版原片。战争机器之所以要为自己刻画这样的标志，或许也是为了纪念奥创大战。细节3：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，当小蜘蛛来到校长办公室时，现在请注意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柜子上放着一张2战时期的士兵照片。如果把照片放大，那么你就会发现，这实际上是美队1中那位咆哮突击队成员。从这也能说明，要么就是美队当年队友的后代成为了蜘蛛侠的校长，要么就是这名队友获得了很高的荣誉。所以说，千万别小瞧漫威中的小人物。细节4：在复联1的最后彩蛋中，托尼带大家一起去 BBQ， 也许是刚经历过大战，所以众人的精神状态有些萎靡，其中属美队最为突出。我认为美队之所以心事重重，是因为在复联4里，众人利用时光机回到过去获取无限宝石，未来的美队遭遇了过去的美队，在打斗的过程中，未来的美队告知巴基没死，当时美队一定是在思考这件事情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巴基在美队的心中的分量，远不是一艘友谊的小船可以形容得了的。不过还有一种原因是，当时陶总已经开拍了另一部电影《雪国列车》，由于需要在脸颊旁边贴满胡子，所以美队那一只手实际上是在遮掩。细节5：在复联3里，灭霸与钢铁侠对决，钢铁侠的一套组合拳打得灭霸流下了一滴血。灭霸反问：难道你做这些仅仅是让我流一滴血？注意一滴血这个词，在钢铁侠2中，边索对钢铁侠说，如果你可以使上帝流血，那他便不再是神灵。其实洛基在复联3的开始已经给灭霸下了定义，他说灭霸永远不会成为上帝，而钢铁侠印证了这一点。细节6：复联3接近尾声时，灭霸集齐6颗无限宝石，锤哥的风暴战斧不偏不倚正好劈中他的胸口。灭霸虽然打出了响指，但不得不带着伤痛走。现在我们把画面定格在灭霸受伤后，如果仔细观看，不难发现他的伤口周围浮现绿光，没错，他正在用生命宝石恢复伤势。这就是为啥大家在最后没能看到灭霸身上的伤疤。细节7：在艾瑞克·赛文准备与托尼进行对决之前，他当时正喝着一杯滚烫的咖啡，见到托尼现身后，他把咖啡扔了出去，但由于咖啡过热烫伤了赛文的嘴，从而显得他脸上泛起了红光。众所周知，赛文在电影里面极端分子，他只要靠近或接触任何能够产生热量的物体时，就会原形毕露，所以这个画面也再次印证了事实的真实性。细节8：在美队1中，美队首次上台表演了一段舞台剧，滑稽的打扮也是十分另类。然而当镜头拉远之后，你可以看到舞台墙壁所呈现的半圆式灯光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？没错，正是美队盾牌的样式。这个细节做得非常好，在当时也是提前暗示了美队即将要拿到自己的经典盾牌。